长途旅行过程中，如果你的行李箱丢了，千万不要着急。空姐告诉我们做好以下的事情，行李箱就会我们回来，而且速度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林，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长途飞行，在转机的时候或者下飞机的时候，通常也会有行李丢失的情况，对不对？比较常见。即便是我们的管理再好，尤其是运输的过程中，也会发生了一些变化，会导致行李箱处理的失误，需要转运行李，更可能因为了衔接处理不及时，行李错了，航班呢已经飞走，而行李依然留在我们的机场上面，对吗？旅客抵达目的，行李箱提取处找不到自己的行李该怎么办？首先，我们不要着急，要找对地方和工作人员去沟通。旅行的行李出现了问题，应该我们到终点站的机场行李台咨询一下，以及申报。如果旅客抵达了国外的机场，发现行李丢失，也可以直接找到乘坐的航班公司，在当地的机场柜台向工作人员申诉。如果乘坐的国内航空公司的航班，多数都会有驻地场地的工作人员代理公司的工作服务，你可以向他们寻求帮助。在查理行李时，旅客需要出示行李票、登机牌、身份证、护照等等。行李查询处一般会联系你所乘坐的航空公司进行去查找。正常情况，航空公司的系统可以查到你的行李去向。如果行李没跟你搭到一个同班的飞机，要等下一班的话，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建议旅客在机场等。如果时间比较长，机场和航空公司会提出将行李在某个时间送到你指定的地点。以上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在机场行李丢了，找不到了，不要慌张，试试以上的操作，保证能够找回来我们行李箱，而且比较快捷。很多人都没有坐过飞机，有的时候第一次坐飞机，对不对？既然是又兴奋又紧张，是不是脑海中已经浮现出来了自己拖着行李在很大的机场里比较迷茫，四处观望？不要担心，其实坐飞机像坐公交车一样简单的，只要我们掌握了几个关键的步骤，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搞定，开启我们美好的空中旅行。想当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坐飞机，心情真的是特别的爽，生怕自己呢落下什么东西。出发的前一个晚上，我也是很高兴很激动，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脑子里全部都是一种万一怎么样，万一误机了怎么样，万一行李箱丢了怎么样，万一在飞机上睡着了怎么样。想想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好笑的，对不对？其实你只要提前准备好，一切的准备都比较顺利的。你先购买机票，我一般都是习惯用我们的专业的网站去购买机票，各种的航班一目了然，而且性价比比较高。到机票特价的时候，价格真的是不要太爽。订好机票之后，记得提前2个小时到达我们的机场，像是首都的机场、浦东机场这样的大型机场，办理各种手续需要保留足够的时间，不能因为时间太赶错过了你的航班的。到了机场，先不要着急的拍照打卡，找到你乘坐的航班值机柜台才是正的事情。到了柜台会显示办理的航班号，不要走错了，不然排队半天发现搞错队了，可就尴尬了。如果你的行李不多，可以直接在自助机上面办一下行李，按照屏幕上的提示操作，几分钟就能够打印登机牌和行李条。如果行李比较多，或者对讲机操作不大熟悉，也可以去人工窗口办理，工作人员会耐心的帮助你。办理值机的时候，记得出示你的身份证件，把行李放到了传送带上的重量。一般来说，经济舱的免费运行行李额度是20公斤，超过了部分需要额外的去付费。如果你买了廉价的航空机票，那机票就可能行李额度比较少，最好提前在航空公司网站上查一查，避免到了机场手忙脚乱的整理一些行李，
办理完值机之后，会拿到登机牌、行李的托运凭证，一定要妥善保管好，尤其是行李的托运证，这是你到达目的地领取行李的唯一证件，如果弄丢了，那可就麻烦了。接下来就是过安检，把你的身份证证件、登机牌交给了安检人员，然后把随身携带的行李、手机、钱包物品放到传送带上，通过了光机进行检查。你自己需要通过过安检，配合安检人员进行安全的去检查。过安检的时候，有些东西是不能够带的，比方说打火机、酒精的物品、管制刀具等等。这些物品要么提前处理掉，要么办理托运手续。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包里放了一个指甲刀，结果被安检人员拦了下来，最后把指甲刀扔掉，真的是哭笑不得的。为了避免没必要的麻烦，大家过安检的时候要仔细的检查自己的随身物品，确保没有违禁品。过了安检，来到了我们的候机区，找到你的登机口，核对好登机牌上的信息，就能够安心的等待登机。候机区一般都会有很多的座椅，你可以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坐下，玩玩手机，看看书。你可以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坐下，玩一玩手机，看一看书，闭目养神，放松一下心情。登机口一般都会有屏幕显示航班的信息，包括了航班的号、目的地、登机机的时间、登机口。注意查看了屏幕上的信息，不要错过登机的时间。一般情况下，航空公司飞行前30分钟开始登机的，起飞前15分钟停止登机的。登机的时候需要再次的展示你的登机牌，然后按照登机牌上的座位找到自己合适的座位。找到座位之后，把随身携带的行李放到头顶的行李架上面，或者座位下方的空间里。如果你带了很大的行李箱，最好放到行李架上，这样能够节省座位的空间，也方便其他的乘客通行。找到了座位，坐好之后，记得把手机调至飞行模式。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不要使用手机，避免干扰飞机的通讯设备。飞机上面，乘坐人员会提供了饮料、小吃，你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看看书、听听音乐，闭目养神，享受你的空中旅行。有的航空公司会提供很多的一些知识或者是看书籍，打发时间。到达目的地之后，你就会发现了我们手机上的登机牌的信息，找到你的乘坐航班的行李转盘，每个行李转盘上都会显示对应的航班，一定不要走错了。找到行李的转盘之后，耐心等待你的行李出现，然后核对好我们的行李牌上的信息，就可以取走自己的行李，结束你的行程。怎么样？这个视频是不是真的值得看一下？了解到我们如何去坐飞机，而且坐飞机的时候，如果行李箱不见了、丢失了，也能够很快找到，对不对？我们在计划愉快的旅途当中，重要的就是商务出行，提前多长时间到，我们要把握好时间，能让你从更容易到各种的手续突发的情况，不至于在机场上浪费很多的时间。国际航班一般建议提前2个小时到达。为什么需要这么久？当你抵达之后，首先找到了值班的柜台办理值机手续。如果是旅途旺季、节假日，值机柜台会排起长队，这会耗时不少时间。办理了值机，需要出示有效的证件，托运的行李，完成值机需要通过安检，检查随身的物品，脱去外套，取出电子产品。这个过程需要排队的，这个过程需要找一些登机口位置，机场比较大嘛，对于国际航班来说，建议3个小时抵达比较好。因为如果是公务出差的话，延迟时间，这样就会耽误你的事情，尤其是签一些大的合同，或者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开一些会，对不对？我们要及时到达我们的机场，过安检，检查机场一些行程之类的，这样是比较好的。好了，今天的精彩视频分享到这里啦，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喜欢，谢谢大家。
我明天视频再见。